不久之前，我还是这副模样，在这个小房间里扎根的社会适应不良者。这个世界给了我许多外号：群居障碍、宅男、失业人士。但是公正冷静地分析一下的话，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所谓成功的境界，尤其是像我这种能力与外貌都处于极后端的人，想要达到那个境界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逐渐地适应了这个环境，对这个狭小世界的迷恋已经长达9年。你问我是否为此感到不幸？为什么会感到不幸？在这里我无所不能，除了能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还能进行经济交易，就连个人的欲望都能获得解决。在现实的地位和在这间房子里的地位，只要稍微思索一下两者谁更高，这个问题不就轻易解答了吗？再加上比起其他人更早继承遗产，至少在这房间里我不羡慕旁人，也没有任何遗憾。反正这世上众人所谓的成功，不过都是他们在自己人之间的竞赛中所制造出的毫不公平的评判制度。而就在我沉迷这个既渺小又伟大的世界中时，就在我叫了一份披萨当午餐的那天，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挡住发油的头发再出门的那天，就在那天下午平常且舒适的那个瞬间，我发现我的房间之外又是另一个房间。就这样，我的人生成了一部戏剧，但无法得知这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而这场我的意志与意识皆无法打破的寂静，就这样永无止境地开始了。过度惊吓后，我久久无法回过神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失常，将房门开关了无数次，将窗户开关了无数次。在知道自己无论再怎么挣扎都无法从这个空间中逃脱的事实之后，我好几天都被恐惧环绕，大声哀嚎，因为无法忍受骇人的封闭感而陷入崩溃。不过至少幸运的是，在这个时间静止的空间内，我的时空感并没有一同停下，而时间便是治愈一切的解药。冷静下来后，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如果将房门重新开启的话，一切事物便会恢复原样，也因此我能够免于饿死的命运。因为只要将房间的门关上后再打开，消失的食物便会出现在下一个房间。但问题是，我只有2块披萨边和1包参加活动送的生米，为了生存下去而将它们推入口中，为了避免死亡而将它们咀嚼咽下。不过是真的难吃，干脆死了算了。那是我最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过了很久，冗长的时间渐渐将我打造得更加坚强，而坚强的我也不再哭泣了。我开始体会饮食的本质，品尝到了谷物中那具有深度的甜味。过去不知厌烦天天享受的垃圾食物，利用盐、砂糖、脂肪无情地刺激舌头的加工物，我领悟到了从未在那些食物上得到的味道的精髓，十分美味。比起披萨、炸鸡、猪排、猪蹄还要好吃得多。缓慢且庄重的，我就这样领悟出了生命的本质。虽然并非全都出自本意，但我戒掉荤食，也不再抽烟，开始吃生食，也开始锻炼身体。没有游戏就自己消遣，写文章，学绘画，从无知中觉醒。在现有的时间内只集中于自我锻炼，每天都在成为更好的人。对于被囚禁于此的现实也不再感到不满，毕竟一开始是我将自己囚禁于此。那么现在我幸福吗？没错，我很幸福，显然比起过去的我更加幸福。接着度过了一段无法计算的冗长时日，就在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与预告，门打开了。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反而有些不知所措。那一瞬间，无数的想法与情感涌入我的大脑，与此同时，一句疑惑也涌上心头：我一定得出去吗？我站在敞开的门前，开始回想我在这个房间里所完成的事。那段如同修行般的日子，虽然是一段沉闷痛苦的时光，但我所获得的却相当丰厚。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为了自我实现而付出的努力，以及成为优秀人类的成果，难道有必要抛弃我所得到的一切，再回到那个世界吗？再度踏入那个世界，面对那些痛苦争吵，以及令人难以承受的悲伤，我有必要这么做吗？我不是相当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吗？我不都已经了然于心了吗？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我这个选择有任何错误，但不久之后，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所说的
不过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肉体与精神上接受被囚禁的现实所做出的拙劣辩解罢了。为什么当时的我会不明白这一点呢？人类拥有惊人的适应能力，适应现有的环境，并且在现有的环境中往最好的选择前进。因此，只要环境改变，人类也会随着环境一同变化。在经历过这一连串诡异的事件后，我创造了再也不会发生相同事件的完美敞开的空间。不止如此，我所创造出的是，纵使再发生相同的事件，也不会感到一丝不便的空间。数百款游戏、数千部电影、数万个文本文件，以及好吃到无法停下的美食。不知从何时起，我又开始怀念那段被囚禁的时光。不久之后，如同我的心愿，门再度关上了，这次是厕所的门。从那之后，我便只能仰赖自来水维持生命，由饥饿所带来的痛苦远超我的想象。那份痛苦一天天将我推入疯狂。粪便中有着尚未消化完毕的营养成分，会吃粪便的动物也比想象中的多。但是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类啊！不，说不定我从来就只是只动物。明明就在不久前，我都有着选择开拓未来的权利，但我所做的唯一一个选择，就是由无限的堕代与自我合理化组成的圈，也就是由人类变为动物的不停退化。而后被囚禁在那儿许久的我，迎来了悲惨的结局，死因中毒身亡。